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刚刚更新结束啦，我们来看一下最期待的野蛮人城寨搜索，是真的可以找到吗？在王国里面好像最高等级到12等级吗？我那个是在失落之地耶，所以就讲我现在可以搜索更高等级的那个野蛮人城寨。假设说我回王国之后会不会改变呢 ？OK， 那么我们现在是已经回到王国了，我看一下它那个等级有没有改掉。回到王国的时候只有10等级而已，但是如果你是在失落之地的话，那个等级能够搜索的数目就会到15等级。这里先说一下电脑版的一些改动吧，之前我影片也是有稍微跟大家提到过，就是你们看到的那个面板就会变成这样子。这里我们先做一个测试吧，就是你如果是以旧版的方式去操作的话，你点击你的部队的时候就会看到这样子。那假设说我们改动了之后呢，再点选我们的部队它就不会干扰视线了。这个确实还蛮方便的，就是你可以点你的部队的时候，下面就不会出现一些东西会挡着。因为之前有一些电脑玩家他们就有反馈过，说到它下面因为挡着的关系所以你上下打的时候其实是没有这么方便的。因为我相信正常玩家打架的时候一般还是会来回拉动来回点击的，但是如果是以这样子的方式来操作的话，它下面那个面板就不会挡着你的画面，你就可以上下去滑动了。那如果是旧版的话，我就给你们看一下那个差别，就知道影响有多大了这个是旧版的，看到吗？你就点不到这个位置，如果刚好这个位置有敌人的话，它就会挡着，你可能会误点。因为电脑版的玩家通常他们是用键盘来点部队的，像我现在不要动我的画面，我用键盘来勾选我的部队，它就会出现这个东西，看到吗？所以是挺麻烦的。所以如果你是电脑玩家，并且你是把画面放大来战斗的话，你可以稍微去更改这个部分，会比较方便你们之后的操作。另外一个战斗设置，我看一下出现了什么新的东西。集团军这个就是之前讲的，然后这个减少连战播报这个就是有很多玩家投诉的部分。开启之后，连战播报在同屏内出现的数目就会下降，就不会跳出这么多通知了。因为有玩家讲哇，他那个报告一跳出来的时候又亮又大，会挡着你那个画面。另外一个集团军特效，这个可能我要开自己账号才可以测试了。当你们进入自己账号的时候，他会跟你讲要怎样去操作。你来到这个战争的界面，然后点击这边开启集团军，你就可以派你自己的部队出去。就比方说我这边要用亚瑟好了，然后其他玩家就可以自己加入。如果我不勾选的话，其他玩家是完全不能够自己加入我这个集团军的，就算我分享也没有办法，你一定要勾选了之后，其他玩家才可以加入。像我现在就加入了我自己的部队进去，这个就是我的小号。那当他加入了之后，我就可以操控他的部队啦，像这样子，你们就可以这样子一起拉动那个部队官方的同步器。那当然我也是看到有一些玩家反对这个东西啦，就觉得说这个跟同步器有什么差别？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差别，就是你控制的队伍并不是只有这么多。因为如果你是用同步器的话，你能够同时间控制3个账号的所有队伍，这个你只能控制3个账号的一支队伍而已，所以差异还是挺大的。那他这里所说的那个设置呢，就是关闭它那个显示效果，像你们刚刚看到我那个头上面有一个很大的显示嘛，像这边你们关闭之后就不会显示盟友和敌方集团军的特效了。不过这个确实还是挺好玩的。关于这个集团军详细的内容，你们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啦。这里要解散的话，也可以直接这样子解散，也是挺方便的。然后他就可以自己回家去。接下来就是要说一下这个新的皮肤，这个我去问过了客服，其实是可以跟你现在的皮肤叠在一起的。就比方说你有一个登峰造极的皮肤，增加16%的攻击力皮肤，可以再额外加上这个皮肤。你们可以点击这边的惊叹号可以查看这里就有说到这个皮肤的特殊属性，效果拥有即可生效，无需使用。拥有属性可以与使用其他城市主题获得的特殊属性同时生效，所以这个相当于为那些有花钱的玩家锦上添花。但是我听说要到达这个程度的玩家真的是要花很多钱。那我去问过了酒吧说只有他自己的主账号拥有这个皮肤而已，另外一个我之前用的账号其实只是到 V3 的程度而已，都还没有到 V5， 但是我之前用那个账号其实也是花很多钱的，所以我相信拥有这个皮肤的玩家应该也只是少数吧，可能像巴巴、俄罗斯父子、咪咪、AD 这样子的玩家才拥有。下一个等级的皮肤呢，可能就是一些车头玩家或许会有，但是这2个皮肤确实挺难拿到啦，可能其他玩家有机会拿一些比较低等级的吧，这个太高等级我们拿不了。那你们可以看一下晚上的特效，我之前演示画面中好像没有给大家看一下晚上的特效是怎样的。这个明明是凤凰塔周
边应该会发亮才对的，可是跟我想象中有点不太一样。这个应该要弄到亮一点啊，不过它这个蓝色其实晚上看也是挺明显的，这个就是触发它动画的时候也是挺帅的。相反的，这一次登峰造极的皮肤一言难尽啊，真的好难看啊，我不喜欢。可是它那个光是有彩虹的颜色啊，但尽管如此还是很丑。它那个特效是怎样的？哦，有一点点雷电的效果，上面有那个星星啊。如果没有的话，有差别吗？我是看不出有什么差别啦。反正我不觉得大家会用8个印记去兑换那个特效，还不如拿去兑换镜头啊。再来另外一个就是全球巅峰赛冠军皮肤啊，哇，这一次是墨水耶。之前第一个版本是雷电嘛，第二个版本是火，这一次是墨水。要看一下早上是什么颜色，也是蓝色的耶，可是它是带一点绿色啊，蓝绿色这样子，然后中间有一个牛，这个牛应该是他们联盟旗帜的那个图案吧。不过还是一样的问题啊，就是毫无新意啊。他用的城市皮肤呢，其实跟之前那个版本是一样，你们看有差别吗？根本没有差别，他只是换一个颜色，还有换一个特效上去哦。我感觉45Q 的玩家又会觉得说，官方没有诚意，为什么连续3次全球巅峰赛的那个设计全部都是一样的，你只是换个颜色跟特效而已。还有就是我们个人这边的设置界面也是换了，哇哦，这样子看会比较明显一点啊。之前那个画面会比较小个一点的，看到不是很清楚啊。还有这个联盟标记哦，之后推出了这个新的东西啊，我还有这个东西啊，它是怎样获得的呢？我要怎么拿到呢？活跃联盟担任盟主官员天数到达1800天，哇，这个就是你要工作才有这个皮肤啊，所以也是有一些隐藏的更新啊。因为我记得这个好像在公告里面没有提到哦，这个成就必须在活跃联盟盟主担任超过90天才会有哦。哦，这些全部都是担任盟主的，只是看你天数多久而已。所以这里就有包括90天、270天、540天，还有900天这么久哦。但这个好像不是名牌啊，这个是联盟标记啊。但我们都是会替换的，因为我们有时候会退出联盟啊。它这个不用连续了吧？它这个只是说我们有在那个时间点担任官员应该就可以了。哇，最高到1800天，也就是说你要做5年的盟主，你才可以拿到这个名牌。这个要求也太高了吧？除了拿到名牌之外，其实还可以拿到宝石，而且每一次拿到的那个宝石数量都是一样的，并没有说你担任盟主或官员更加久之后会拿到更加多的宝石。所以他给这些成就我觉得还可以啦，至少不会差距这么大。因为他们官员那些啊，你自己想一下，国王只是要开王国技能就要花多少宝石，我觉得这个是合理的，给他们一点宝石。当然我也希望官方可以给我们这种老屁股啊，已经登录超过2000天了来一些头像框啊、特殊的礼物之类的，我会更加高兴啊。不过我觉得之后应该会增加吧。再来头像框，这里有包括登峰造极的头像框，这个是有特效的，然后有一个摇晃的星星。另外一个就是没有特效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圣诞节的皮肤，我觉得挺好看的，只是这个仙子画的也太丑了吧。这个是哪个设计师设计出来的？他把这个仙子移除掉的话，应该就挺好看了。再来这个就是全球巅峰赛冠军的纪念奖励，就是45Q 他们会拿到的一个头像框。另外一个就是年度执政官拿到的头像框，我觉得这个狮子设计的挺丑的。再来我不确定这个是不是改动啊，就是我们的邮件它的间距好像变小了很多。你们可以看到之前的官方公告它并没有这么密集了，现在好像密集了很多，看起来会比较多一点字。那至于其他的更新呢，要等到活动推出的时候，又或者是有一些新的 KVK 开启的时候才会出现的内容。OK， 那么这边就给大家看一下大佬的皮肤了。有爸他有这个皮肤，哎，太帅了，这个皮肤羡慕，但是我又没有这个能力可以拿到这个皮肤。OK， 这边跟大家讲一下它是怎样叠加上去。那假设说你们只是选择这个狼的皮肤的话，你们只是会拿到这个狼的皮肤的增益而已， 10% 的攻击力提升， 10% 的采集速度提升， 5% 减少训练资源的消耗。那如果你要用上自己登峰造极的增益的话，你就必须要进回你的城市，点
点开你的程式，然后选择你自己想要的提升，点选了之后就会变成这样子了。OK， 这些只是要跟大家讲啦，它是可以叠加在一起啦，所以你们之后看到的画面就会变成这样子，外面是会有一个圈，然后里面依旧还是用登峰造极的皮肤，然后你点开这边查看的时候，它这里除了有提升狼的城市皮肤的争议之外，还有包括你登峰造极的皮肤，所以是可以叠加在一起的，就变成说98这个账号呢，它只是通过皮肤那边就直接获得了26%的攻击力提升。哇，这个提升有点高啊，果然有花钱跟没有花钱的差距确实蛮大的。当然这个皮肤也不是说完全可以使用到永久啦，因为它这边有显示说它是有时间限制的，只有364天，应该是算365天啦，1年的时间。像它现在已经开始用了，所以它那个时间在倒数了，这个也是在倒数，所以这两个皮肤能够用的时间其实也就1年了，但1年其实已经很够用了。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啦，至于各位对于这一次的更新有什么看法呢？有什么隐藏的内容是你有发现到但是我没有提到的，也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